如果你在北海道的冬天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衣服、绑着双马尾的少女，千万不要觉得她很可爱啊，因为她手里拿的可不是雪球，而是吸尘器，专门吸干你的钱啊！这礼拜四就是圣诞节啦，我知道这时候发影片通常是不会有人看的，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在过节。但我相信啊，会点进来这部影片的你，应该跟我一样，比起3次元的约会，可能更相信2次元的真爱。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北海道暴雪以及商业奇迹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位统治了札幌16年的白色恶魔雪初音 Snow Miku。准备好你的耳机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然后影片开始前先帮我按个热推，对，把这支影片热推到第1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是兄弟吧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雪初音有专属的主题曲，有飞车，有飞机涂装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身为北海道观光大使，他在2010年刚诞生的时候，待遇其实差超级多的。当年第61届札幌冰雪节，主办方想说龟皮藤公司就在札幌这边，那我们要不要来合作一下？于是第一代雪初音就这样诞生了，没有专属设计，没有大舞台，它就真的只是一个被放在角落，看起来有点朴素的普通雪像。然后你看这个雪雕啊。说实话，你如果不跟我说这是初音的话，我可能还以为他是哪来的外星人呢。甚至连当时出的周边也只是把初音的色调调成像雪一样的颜色而已，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特色。照理来说，这种换皮不换膜的操作在游戏界上面可是会被炎上的。但诡异的事情就来了，这只换色的初音在冰天雪地里竟然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魔力。那年冬天，无数的人无视零下几度的低温，冲去现场就只是为了跟他拍一张照而已。粘土人刚开卖瞬间秒杀，二手的价格瞬间翻倍。官方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完蛋，我们好像不小心造出一个不得了的东西耶。但雪初音的成神之路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这里我要讲一个其实大家应该都不太知道的黑暗历史。时间来到2012年，那一年对雪初音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官方的公开征稿，也是第一次穿上毛绒大衣。天啊，超级可爱的！大家都觉得说，这一年稳了，绝对是大获全胜的一年。但是在冰雪节的开幕前一天，悲剧发生了。在2012年的2月7日下午4点左右，位于大通公园的雪初音雪雕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坍塌，造成了一位大约60几岁的游客受伤。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。网络上开始有很多流言蜚语，有人说什么结构问题，有人说是气温的异常，甚至有人说是初音的诅咒。不是，这跟初音的诅咒有什么差别啊？然后为了安全起见，官方不得不把所有的雪雕拆除。那年的雪初音在物理层面上面消失了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大家吗？不，你错了。雪雕倒了，但大家的信仰反而非常坚定。既然雪雕没了，那我们就把周边买爆吧。那一年的销量不减反增，这场意外反而让雪初音证明了他打不死的强韧生命力。在那之后呢，雪初音就不再是一个吉祥物，它变成了一种共同的回忆。挺过了2012年的灾难，雪初音真正开始了战国时代。官方发现，既然粉丝这么狂热，不如让粉丝自己打一架。于是，每年4、5月的雪初音征稿变成了绘师界的顶上战争。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2014年。这一年之所以被称为传说，不只是因为设计好看，而是因为这一年的入围名单每一个都是神仙的打架啊！最后赢得的是这一位魔法少女。你看这个巨大的巫师帽加上手里的魔法书，哇，这套设计在当时有多红啊！红到甚至有人说这根本不是雪初音了吧，这可以单独出道了吧？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每年投票的时候，粉丝群里面都会上演着党争大战，什么和风派大战科技派，什么可爱风大战御姐风，这哪是选吉祥物啊？这根本是2次元的总统大选吧？讲了这么多历史，我最后想聊聊一个关于钱的问题。身为一个大学生，我的户头常年处于饥饿的状态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！那为什么每年冬天大家还是会愿意乖乖掏钱呢？我认为因为雪初音卖的并不是模型，而是一种仪式感。你看这几年的主题，2024年是北海道美食，把汤咖喱穿在身上；2025年是晶莹的雪，玩的就是材质。但到了明年的2026年，就变成了糕点师。官方非常聪明，他们把雪初音跟北海道的冬天绑死在一起。你想买限定版？不好意思，请你飞去新千岁机场。你想看最新的雪雕？不好意思，请你去2月的大通公园吹冷风。这种为了见他一面，必须跨越着千山万水的过程，才是最让人上瘾的一个。就像此刻的圣诞节，或许你没有收到围巾，你没有收到手写卡片，但当你下单了一只雪初音之后，你知道明年冬天它一定会准时寄到你家，对着你笑。这种绝对不会背叛的安全感，才是我们爱着它的原因啊！好了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如果你问我有这么多届雪初音哪一届最神的话，那我个人认为，我永远期待的下一届，因为那代表我的青春还在继续，我的初音也还在继续。对，一个身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，真的是，
这个圣诞节你不妨可以去官网逛逛，挑一只你最顺眼的雪初音设为桌布。相信我，你看着看着你的心情就会变好，虽然你的钱包可能会消失啊。如果你喜欢有各种这种莫名其妙的考据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对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好吧，那这边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收到你们想要的礼物，跟有好的人在你们身边。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